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这集本来是会员限定，但是我想很多朋友一定会感兴趣，所以就限时公开，那就是华夏第一圣人孔子的秘密。按照古书中的描写，孔子可能是另外一种智慧生命的混血儿。会员朋友不用担心，可以看一下我刚上映的海奥华星人在地球上的核战摩诃婆罗多。团长看了200多万字的史诗浓缩出来的巨作。我最近真的发现一些重大的史前文明秘密，研究了好几天，导致这个思维进入了一种无限循环啊！这个总是在思考，好几天没有睡好觉，所以需要稍微休息一下。但是下周的影片绝对更加精彩。如果大家还想看更多深入内容，欢迎点击下方的链接加入会员，里面有更多的独家影片和资料等着你。资料就在我的会员专享帖子里，找不到可以告诉我哦。我在以前讲过啊，在古代只要被称为圣人的，基本上好像都不是人类，他们可能都和外来的神秘力量有关。比如伏羲女娲的直系后裔尧舜禹，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还有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等等。耶稣和释迦牟尼都不能算圣人，他们是比圣人还厉害好几个等级。其中孔子就是亚洲的圣人之一。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各种孔子像全部都是假的，都是后世想象出来的。这个和我们之前讲过的秦始皇的故事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真正读了各种史诗中关于孔子的真面目的记载，你就会发现孔子他不是人类。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于西元前551年。他可能和释迦牟尼是同一时代的人物，都是大约在西元前600到500年左右出现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个时间段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神秘的时间段。在人类学、宗教学和哲学中，这段时间被称为人类历史的轴心世纪。意思是在轴心世纪这500年前后，地球上各大洲的人类文明同时出现了非常多的圣人，甚至是神之子排名不分先后。所以首先就是释迦牟尼，他不是圣人，我们以前讲过，他是天中天神一样的人物。然后就是马哈维拉和释迦牟尼一样，在印度也是一个王子。他和释迦牟尼的经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非常奇怪。他是印度耆那教教主。在伊朗出现的是索罗亚斯德，拜火教教主。在希腊出现了彼达哥拉斯，灵魂转世教教主。以色列就更多了，这时候全是先知在沙漠里面走。以色列先知这个时候他们都见过了神，然后就写了2本预言书，一本叫做以西结，另外就是以赛亚的后半部。然后就是我们的东方也出现了圣人，那就是孔子和老子。这些传奇的名字全部都是在轴心世纪中同时出现。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可以穿越到西元前500-600年左右，你就会看到佛陀、圣人、先知、神之子满大街都在走，非常神奇。然后有一个逻辑问题出现了，如果这些圣人和神人都是真的，那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也一定会出现各种天人、神或者是妖魔，这都是必然的。在后面的故事，敏感的朋友可能会感受到一些线索。孔子在活的时候就被称为天纵之圣，意思是由上天赋予智慧的圣人，不用看书学习，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就自然获得知识的人，就叫做圣人。孔圣人有点像释迦牟尼，什么都懂，别人问他什么神秘世界孔子一听都知道。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互征伐，在最后一场战役中，吴国攻入越国首都会稽。当时越国的王就是传说中的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是这场战斗之后发生的事。当时吴国攻入会稽城之后，吴王夫差就派官兵大肆搜刮越国的金银珠宝作为战利品。他们搜着搜着就找到一根奇怪的东西，是一根长长的骨头，叫做得骨节专车。他们得到的这根骨节是一根超级大的骨头，必须用一辆牛车拉着才能拉动。这时候吴国人一看都懵了这什么东西这么神奇，这么大一根骨头是什么东西？于是吴王夫差就派使者去找孔子，问先生，你知不知道这是谁的骨头这么大呀？孔子一看，马上一下仿佛一下就看到了当年的历史一样，就说这是上古大禹在会稽山召唤的群神，
其他神都按时出现，只有防风氏来晚了。大禹就把他杀了示众，他一根骨头就可以装满一整车。吴国使者又问：那防风氏是谁？孔子就说：防风氏就是汪往氏，在周朝时被称为长狄，如今被称作大人。孔子说的大人就是巨人，他的另一个名字长狄中的狄，意思就是一种鸟，所以防风氏就是一种和巨人一样可以直立行走的像鸟一样的神。古代的神不是龙就是鸟，也许他们就是同一种物种。然后这个吴国使者又问孔子：这些巨人最高可以长到多高？孔子就回答说：长者不过10之，数之极也。他们最高10丈，可以长到25米左右。大家一听啊，都惊讶了，老师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于是他们就对孔子大赞说：啊，真乃圣人也。孔子说这些事情不是他瞎掰的，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书《述异记》中记载，吴越地区历来都建有防风祠，里面供奉的就是防风氏的雕塑。古书中记载，他们的雕像龙首牛耳，足长3丈啊，非常大，龙的样子。现在浙江还根据古代记载重建了防风祠，里面还保存了一个古碑文，叫做《新建封山灵德王庙记》，它是5代十国吴越王钱镠让人雕刻的供奉防风氏写的一篇赞美文。接着就在浙江，另外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事情就发生了。在1990年，离绍兴市会稽山不远的浙江天台县，有个叫做张师亮的人，他在干农活的时候，突然就挖出了一副巨大的骨架。考古队来了以后，就发现这幅骨架是一幅恐龙的骨架，体长8米，高3米。这只恐龙可以直立行走，被称为天台镰刀龙。它的小手臂旁边还有一些羽毛一样的东西，复原图中这么画的。但是这条龙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因为考古学家不知道这条龙是吃素的还是吃肉的，所以它很可能是杂食动物。因为它是恐龙，所以理应判断它是4肢行走，但是根据骨骼分析，这条龙又是直立行走的龙，难道这是智慧型恐龙？科学家推测这条龙应该是生活在8000年前的恐龙，但是如果是在8000年前，但孔子又说在大禹时代，也就是大约在5000年前，大禹在浙江这个地方斩了一只像鸟一样的防风氏，这个时间就是对不上的。所以这个答案可能就只有2个，一个就是大禹就是生活在8000万年前，或者是这条龙是生活在5000年前和大禹一个时代，可以直立行走的龙族蜥蜴人防风氏。这个非常重要，大家听我继续讲，在后面就知道了。总之，孔子是一个在2500年前可以无师自通，拥有超越当时时代人智慧的圣人。孔圣人的智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论衡·时之》中就有记载，里面写到孔子经常喜欢吹律就是吹笛子。孔子吹着吹着，一下子就入定了，穿越了，然后自己一下咔一下就知道了自己的这些知识，非常神秘。里面就记载孔子他是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的，但是在他吹律的时候，他一下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孔子的真正身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段诡异的记载，就是孔子出名不是因为他的身世，因为《史记》中写道孔子贫而贱，意思就是孔子家境贫穷，而且干的都是低贱的活。但是大家想一下，在古代世袭的封建社会，贫贱人士很难翻身的，他们想要得到王侯将相的重用，被誉为圣人比天还难。那为什么孔子身份贫贱，又可以周游列国，拜见各国的王公贵族呢？就凭他说几句子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的话吗？这个悬疑史记中其实解释了，就在孔子贫而贱的后2句写道：孔子长9尺有6寸，人皆谓之常人而异之。史记写于西汉，所以要用西汉的计量单位，西汉1尺是23.1厘米，所以孔子9尺6寸的身高就是2.22米高，和姚明一样这个是什么概念？按照司马迁的记载换算，史记中记载项羽1.89米，关公身高9尺是2.08米。春秋时期其他普通人的身高
比如《管邺列传》中的晏子不足6尺 1.32 米，他的车夫8尺 1.85 米，齐国后宫佳丽一女子7尺身高 1.62 米。所以孔子在整个古代甚至是现代 2.22 米的身高都是非常罕见的，大家都称孔子为常人而异之，所有人就觉得他高大而且与众不同，于是就有人传孔子是圣人的后代。然后各国王公贵族一看，哇，这么高，从来没见过，快来聊一聊。于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就经常可以拜见春秋列国的大王啊，非常厉害，非常有名。太史公司马迁说的应该还是保守了一点，在汉代《春秋伪》中记载，孔子长10尺，大9围，坐如敦龙，立如牵牛，就之如卯。这里写的孔子的身高算来是 2.31 米，坐的时候好像卧龙一样，站起来好像一只大牛，你靠近他的时候都要抬头，仿佛要看天上的星斗一样啊，卯星宿，那么高，抬头看太高了。所以孔子在当时就是春秋时代的超人，不但因为他智慧超群，无师自通，而且武艺高强，力大无比。《吕氏春秋》《慎大》《论衡》《孝历》等古书中都有记载，孔子之进，举国门之关。国门之关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每一个国的都城都是用非常高大的城墙围起来的，然后在城墙之中就立了很多巨大的城门，这个城门就是国门之关。城墙和国门都是用来防御的，所以国门都造得非常厚重。国门的门道宽10到15米，而门道由2扇巨大的木质城门构成，然后城门上放了1到3根巨大的木头，每根木头长10到15米，这根木头就叫做门栓。大家有没有看过古代的战争电影？他们攻城的时候就是好几百人推着工程车啊，咔咔的往里冲这个门关，目的就是把这几根门栓给撞断。这些巨大的门栓就叫做国门之关。春秋时期的国门的门栓重达300到400公斤，最大的门栓可以重达1吨。所以孔子之进，举国门之关的意思就是孔子一个人可以举起300-400斤的门栓，非常可怕，一个人。所以孔子不是一个柔弱的儒家书生，他是一个长得这个样子的啊，一个人可以打100个，非常厉害。不过《吕氏春秋》也说了，孔子不肯以力闻。孔圣人的出名不是用他的力量来闻名的，大家要关注老师的智慧啊。所以从这里看，孔圣人无师自通的智慧很可能和他的巨人 DNA 有关，因为接下来更奇怪的记载，现代人无法理解的记载出现了。首先在《荀子·非相》中记载，仲尼之状，面如蒙奇。这个奇有很多念法和写法，孔子长得像蒙奇，这个蒙奇是什么意思？蒙奇在古代就是那种大祭司驱鬼时候戴的面具，青面獠牙，就像这样傩戏中的面具。然后大家再回过去看一下孔子的画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边有个疑点，就是孔圣人的画像竟然是龅牙，2颗大牙露在外面，犹如斯文。为什么不把孔圣人画得帅一点？可能这2颗龅牙就是在暗示孔子是有2颗巨大的獠牙。然后说到这个青面獠牙，下一个重点就是青面，因为孔子皮肤的颜色是青蓝色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有一次孔子带团去郑国，他自己在闲逛的时候不小心和他的弟子走散了啊，大师丢了，所以他们的弟子都非常着急，全都出门去找老师了。这时候有一个弟子叫做子贡，子贡他一路奔跑啊，见人就问啊，有没有见到我老师啊？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非常高大的人？这时候就走过来一个郑国人，他回答说啊，我好像看见了，在东门。你们怎么找到我的？一个老乡人告诉我们，说东面有个外乡人，其额像尧帝，其肩像子产，神气像大人物，却狼狈的像丧家之犬。我们一猜就是父子你。其嗓似尧，其相类高尧，其肩类子产，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信息量非常大。他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非常奇怪，像尧帝，而他的脖子像高尧。
这个高尧是谁？他其实是上古尧舜帝的大臣。荀子在《飞象》中写过：“高尧之状，色如削瓜。”所以高尧的皮肤就像一颗青色的冬瓜把它皮削了一样的这种浅浅的青蓝色。而在傩戏中，高尧的面具就是一只青色的鸟人，青鸟。所以从这里看，孔子的皮肤应该是青蓝色的。然后孔子其肩类子产，孔子的肩膀如子产一样。这句话没人能解释他的肩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东汉论衡古象中写道：“孔子反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孔子的肩胛骨仿佛竖起的羽毛，这样子的，这样竖起来的这种的，非常高。《论衡古象》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古代先贤圣人奇怪的骨骼构造的一本书。圣人的骨头都非常奇怪。我们再详细说一下孔子的额头，叫做其嗓似尧。孔子的额头非常奇怪。孔子名丘，意思就是孔子的头好像山丘一样，但是这个山丘不是凸起的，像释迦牟尼那种乌石泥沙中间凸起，它是头上有2个尖尖的凸起，好像山峰一样，中间这个地方是凸的啊，像山谷一样，两边凸起，两边高，非常奇怪。这种描述其实就像圣经摩西雕像一样，它是有2个角，中间也是凹的。也许摩西和孔子都是属于同一种神秘种族，圣人族。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生而手上羽顶，故一名曰丘云。”羽顶的意思就是中间凹陷的意思。唐代历史学家司马真解释：“故孔子顶如反羽，反羽者若乌羽之反，中低而四膀高也。”孔子羽顶是反羽，像一个反过来的屋顶，两边高，中间低。所以很多人评论说，孔子其实是早产儿，出生的有点畸形。要是你们这么解释的话，那就完了。大家看《论衡》《史记》这些古书，就会发现中华民族的祖先全都是骨骼惊奇的畸形儿。大禹耳朵有3个耳洞，周文王有4个乳头，秦始皇鸡胸。所以孔子的样子、力量还有他的骨骼构造，已经超出人类 DNA 的范围。在汉代神秘书籍《孝经公命诀》中写道：“孔子海口，言若寒泽。”孔子的嘴特别大，能喝下大海的口，说话的时候咕噜咕噜的，好像嘴里含着大量的水。仲尼舌里7重，沉重受度。孔子舌头伸出来的时候，舌头上有7层纹理。夫子骈齿，柱象钩星也。孔子的嘴里的牙齿紧密排列，没有缝隙，和天上的钩星一样。夫子腹喉，夫子喉结有2个，一大一小，而人类的男性只有1个，女性是没有喉结的。在《陆史后记》中记载，孔子身上有49处和人类不同的地方。除了我刚才讲的，他还写到孔子的眉骨突出，好像河堤一样。然后身臂身臂就是和人参一样啊，大家有见过人参吗？它就是比喻孔子的肌肉和血管非常清楚，咔咔的肌肉男的样子。然后夫子骈肋，骈肋就是孔子的肋骨不是一根一根的这种软肋，他的肋骨是紧密排列的，好像一整块护甲一样啊，两边非常坚硬，打都打不痛。这个和春秋时代的晋文公是一样的。所以总结起来，孔子的长相是非常可怕的，青面獠牙，浑身肌肉，力大无穷，生起气来那是朽木不可雕也，一下子就把人给捏碎了。但是为什么孔子的 DNA 和人类不一样？这个我们就要从《史记》中寻找线索了。《史记·孔子世家》中也写道，孔子的母亲是一个人类，叫做颜氏，但是他的父亲就一语带过，说叫做叔梁纥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说是姓孔，但是叫叔梁纥，其他什么都没有写。然后《史记》中写道，孔子是颜氏和叔梁纥野合而生野合。然后更悬疑的事情就来了，孔子刚生下没几天，叔梁纥就死了。等到孔子长大的时候，他想去祭拜一下他父亲的坟墓，但是母讳之矣。母亲对他父亲的坟墓讳莫如深，像保守秘密一样，就是不告诉孔子他父亲的坟墓在哪里。这是为什么？难道有什么天大的秘密吗？等到孔子母亲颜氏去世的时候，孔子想把他母亲和父亲合葬，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还是不知道父亲的墓地在哪里。
所以孔子为了谨慎起见，就把他母亲的棺椁先放到一个地方，叫做五父之渠。五父之渠应该是一条大道，十字路口。当时有个人就路过，就问你怎么了？孔子就说我要葬母，但不知道父亲的坟墓在哪里。于是这个人就说我知道，你的父亲的坟墓就在房山。于是孔子就把母亲的墓葬到了房山。那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谁？孔子的 DNA 会不会和叔梁纥有关？关于叔梁纥的记载非常少，但是春秋左传中有一句话写道：叔梁纥身长7尺，武力绝伦，逼阳之意，何绝玄门以出诸侯之师。叔梁纥在战斗中攻城，城中的闸门突然放下来，这时候叔梁纥一个人突然冲过去，咔一下整个手一下撑住了整个闸门，大喊快冲！这魔鬼般的力量比孔子举门栓还厉害，他霸举的是整个关口的闸门。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叔梁纥是士族，但是地位不是很高，但是提到他是圣人的后裔，身高10尺，力大无穷。所以从这里看，孔子应该是继承了他爸爸的基因。但是孔子家语和史记中有一处记载更加诡异，都只有简短的几句话，但是信息量巨大，里面暗示孔子的父亲可能不是叔梁纥，而是某种神秘生物。在孔子家语中记载，叔梁纥一共有9个女儿，没有儿子，然后他十分想要一个儿子，就和他的妾生了一个叫做孟。但是这个孟腿部有疾，可能是个瘸子，残疾人，不能继承长子的地位。然后这个叔梁纥就又娶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就叫做颜氏，再生一个儿子。但是这个时候叔梁纥已经年龄非常大了，至少有70多岁，生不出儿子。所以叔梁纥就和颜氏去他们家的神山尼山上祈祷中尼的尼山，然后就有了下面的记载：纥与颜氏也合而生孔子，导于泥丘得孔子。这里悬疑就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一个70多岁的男人带着一个女子去神山上祈祷，祈祷之完又也合？为什么他们在神山中旷野中直接就开始了不符合春秋礼法，大不敬。而且岁数这么大了，一个老大爷有那么着急吗？这完全不符合逻辑。所以这里的关键线索就是神山野合和祈祷。大家再回想一下，我之前讲过，防风氏是一种神族的鸟人，他们就是生活在山里，他们是山神。因为吴国使者曾经问孔子谁才是神，孔子就说防风氏他们就是山川之神。然后孔子母亲死后，孔子把他的母亲葬在他爸爸那里，就是房山，防风氏的山。所以他爸叔梁纥和防风氏有关。从这里推测，孔子父母去神山祈祷以和很可能是2件事。第一，就是他们先进山祈祷，然后就有神防风氏从山林中出现，和颜氏也合，之后颜氏怀孕生下了孔子。这难道是尼克拉斯杨天马行空的猜想吗？并不是。接下来更加震撼。在唐高祖李渊继位之后，他下令当时的4大书法家之一的欧阳询带领了各大博士、教授等等10几人一起编撰了一套巨大的百科全书，名为《艺文类聚》。其中的第88卷中记载，孔子母征在游大冢之坡，睡，梦黑帝始于己郊，语曰：女汝必于空桑之中，抉择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这个意思是，孔子的母亲在一个巨大的坟墓的坡上睡着了。这个大冢之坡是不是上古金字塔不知道，但是等他睡着之后，就梦见有个叫做黑帝的神和他交合。然后下一句就是重点了：生丘于空桑之中。孔子诞生于空桑，空桑就是空心的桑树。那么孔子为什么会诞生一棵空心的桑树之中？这个空桑就是重点。这个空桑是什么意思？大家想一想，空桑很可能是一根飞在天上的空心的 UFO。 如果这么想，这个逻辑就通顺了。当时孔子的母亲和父亲在神山上祈祷，
然后神就来了，然后严氏一下就睡着了，然后严氏就被接到了一棵飞在天上的，好像是一棵桑树的 UFO， 中间是空的，就是空桑，空桑就是他的船舱。之后10月怀胎，很可能严氏又被接回了空桑，然后在空桑中睡着了。书中写道：抉择若感，他的母亲在空桑之中，好是在梦中若隐若现的感觉。然后孔子就在空桑中出生。孔子难道是外星高科技的混血产物？那孔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在唐代贞观年间，孔子32代孙孔颖达总结了一本重要的儒家经典注释，叫做《礼记谭公书》，其中就记载：叔梁纥、于征在捣丘尼山，感黑龙之精，以胜仲尼。孔子的父亲不是叔梁纥，而是黑龙，他的母亲颜征感黑龙之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孔子的母亲颜征直到自己死也没有告诉孔子他真正的父亲是谁，因为他的父亲不是人类，而是坐着空桑而来某种外来生物，也就是当时的神防风氏。如果我们再根据逻辑推测一下，如果当时的黑龙神可以坐着空桑来到尼山，那么他就可以出现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接下来震惊，大家准备好。在南美洲墨西哥有一种至今还没有被破解的文明，叫做欧麦克斯文明。它的出现比玛雅文明还要早，以至于现在的人类对它的了解非常非常少。人们只是在墨西哥森林中挖掘出无数个巨大的石头像雕刻，他们的脸好像是非洲人的样子，人类完全无法解释。在森林中，科学家还挖掘出很多精美的玉质雕刻，而这些雕刻中，人类都有一颗长长的头颅。上古人类长头星人，帝王绿长头人的雕塑，他手里抱着一个孩子。我们把它再放大一下，这个孩子怎么青面獠牙，嘴巴这么大，海口，而他的头，大家看上面有一个凹槽，就像孔子的盂顶一样。我们再看这一块雕刻，这些人的玉质面具为什么头上都有一个凹槽？这里还有一个胖胖小孩的样子，他们的头也是长长的，但是我们再把他们转过来，他们背后为什么他的头和孔子一样都是有盂顶反语？还有这一块，难道这就是孔子混血种族盂顶獠牙海口青面獠牙的生物吗？为什么他们出现在上古南美洲？比玛雅人还早的欧麦克人，他们把它放在胸前，可能是把这个神秘的生物当作神的后代。而他们到底是谁？下面我要讲的可能要震惊世界考古界，我不能放到公开的地方，我们会员就知道行了啊，要低调。你们知道在墨西哥原住民中这个雕像叫做什么吗？它的名字叫做神困子。困子，孔子啊，这个发音都是几乎是一样的，困子，而且他们是长得也是一样的，可能他们都是巨人。南美洲的巨石建筑是怎么造的，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孔子一个人就能举起300-400公斤的这个门栓，就更别说他们原始的困子神了。因为困子神头上有个凹槽，好像被斧头砍了一下一样，所以在英文中这个困子神全称是 Quince Axe God， 孔子斧头神。外国人他们不懂，所以叫他斧头神。而这个神的父亲是谁？我也有答案。在困子出土中的欧麦克玉器中有很多雕像，他们就是长得好似鸟一样的直立行走的蜥蜴人。他们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天使？在创世纪的时候他们来过，而在公元前600到500年之间，他们又再次降临地球。于是他们就和地球上的女人生出无数圣人和先知，带领人类走向新的纪元。难道尼比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候又一次靠近了地球？好了，团长现在正式宣布，尼克拉斯杨正式成为职业 YouTuber UP 主。从现在开始，团长计划每周上一次公开节目和加一次会员节目。等到我们会员人数比较多的时候，每周我再会上会员直播。
每个会员都可以看到。更多的文字、图片、影片、音乐等资料，我会给觉醒及以上喜欢深入研究的会员分享。到时候总结好，我会把链接贴上来。整个团队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整体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很有挑战。但是我要不断突破自己，不但要保证节目质量，而且要给大家带来更加丰富更有意思的知识。最后感谢各位天才会员们，如果你们喜欢我的会员节目，请告诉你们的朋友们一起加入，爱你们哦！我们下期再见。